2022年1月24日，中国自然资源报报道，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合作下，我国最长的4200米重力热管采热试验装置在雄安新区试验获得成功。应用这一新型高效采热技术，可在中深层地热开采中构建地热能无泵式开采模式。采用重力热管技术，不需要消耗其他的能源，就可以将4200米深的地下热能采集到地面。在雄安新区为期3个月的现场采热试验显示，单井短时采热功率可达 1.3 兆瓦，平均采热功率800千瓦，长期稳定运行可支撑供暖面积超2万平方米。根据前期的文章，地心能为地心能等于浅层地表热能热泵加地热能发电加干热岩加地幔热海洋热液。由于这些热能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地球地心的热量，因而称为地心能。实质上，来自地球的热能能源有以下几种：地幔能，由地球的地心大于6000度，经地壳大于3000度而传入到地幔大于1000度的能量。地热能，在底壳上的热水、热岩将存储的热能的利用。浅层地表热能，底壳上的距离地表200米内的土地存储的热能。干热岩，干热岩 HDR 也称增强型地热系统 X， 或称工程型地热系统，是一般温度大于200摄氏度，距离地表数千米，内部不存在流体或仅有少量地下流体的高温岩体。在地壳3至10千米干热岩蕴藏的热能等同于100亿夸特，相当于全球所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所蕴藏能量的30倍。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对大陆陆域3至10千米干热岩储量最保守估算，其资源基数为 2.5 乘10的25次方焦耳，相当于856万亿吨标准煤。这个数量是中国2014年能源消耗总量的4040倍，可以保证中国4000年的能量供应。地壳是地球表面以下至地幔以上的固体外壳，主要由岩石和土壤组成。地壳的厚度并是不均匀的，地壳平均厚度约17千米，大陆部分平均厚度约33千米，海洋地壳较薄，平均厚度约6千米。只需要采用重力热管技术，不需要消耗任何的其他能源，就可以实现将3000至5000米的干热岩的热能稳定、连续、持续、清洁、环保地传送到地面进行利用。2007年1月9日，中国的专利授权号 CN2011454466 将热管地表热能利用系统发明专利权授权给中国的发明人李建民先生，其专利号为007200888272。这是全球最早的使用热超导热管技术对地热进行开发的专利技术，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使用热管进行无泵式地热开发的专利技术。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的试验结果，为地心能的开发提供了真实的验证，确认可以使用热管技术来开发地心能。地热能的开发，世界已经到达了15854 MW 的规模。如果利用热超导热管技术，将为地热能的开发提供强劲的动力。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地热能的开发将在此技术的推动下，必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地幔热能的海底的热液是持续了数万年一直存在的从地幔流出的高温液体，其通常的温度可以达在100到400度。这些热液造成了地球的第2类物种，完全违背了地球表面的物种生存极限温度。生物不仅可以在10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生存，而且可以食用剧毒的位置生存。超长重力热管技术也将为海洋热液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相对于需要打4000多米的井，然后将超长的热管埋入到地下，才可以将热管传输到地面，将海洋的热液进行热能的利用就比较简单了。直接可以使用超长重力热管技术，就可以实现对海洋的热液的开发和利用。根据 CNN 2017年的报道，日本国立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JAMSTEC 已经开始进行试验，直接对海洋地幔的热能进行研究和利用。由于海底距离地幔平均仅为6000米，使用1000米长的热管将地幔的1200度至2000度以上的高温热能进行使用，也不再是神话。
因而，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使用了热管技术，为地心能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可行的技术基础。只需要一个热管，不消耗其他能源，就可以将地壳、地幔的热能进行有效的利用，就可以把地心能稳定、持续、不间断、清洁、环保、低碳进行利用。热超导热管技术对地心能的成功的开发和利用，标志着地心能开发和利用的时代的到来。